韶华若锦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好水地良缘，携手至百岁。天归酸型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观看韶华若锦。又是你！真是不巧。何止是不巧，根本就是冤家路窄。两位总是不期而遇，倒是有一些不解的缘分呢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公子长期与此人来往，也不怕日后惹一身是非。他又不是什么好人，偷听别人说话，还成天摇着把扇子，变着不同花样，真以为自己是开屏的孔雀，闪闪闪。我怎么就偷听你说话了？分明是你说话高声，我想不听都难。依我看啊，你也不必操心舒二公子娶什么样的妻子，反正定然不是你这种刁蛮无理又泼辣跋扈的女子。我如何还轮不到你这等小肚鸡肠、轻浮做作的人来评断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为了我自个儿操心，我是觉得我们家阿谭温婉贤淑、知书达理，才华品貌皆是上乘，与舒二公子甚是相配。啊，说过了。明小姐对舒二有意？我对他是否有意与你何干？我只希望我们日后再不相见，永无交集。哟，他们现下该是去游显江了，姑娘不跟过去看一眼？用不着你管，瞧着晦气，还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好。姑娘，你这可是一叶障目，自欺欺人呢。何必与无谓之人白费口舌？我们走。臣参见陛下。朕也不跟你兜圈子，今日找你来是为上次所说赐婚一事。啊，陛下，此事臣……你可知道？寿康宫那边，因不满你多次推诿，已直下懿旨。啊！哎呦，陛下，太后这是连面子功夫都不愿意做了，竟就直接逼婚了。但朕可以给你第二个选择。啊？看看朕为你女儿选的夫婿如何？啊！靖安侯，请过目。其实儿女婚嫁本就非是你的立场，你不必过分忧心，也无需他想，只需看人。太后为你指的和朕为你选的，能相提并论吗？陛下，容臣再考虑考虑吧。太后懿旨已下，是朕想方设法将其暂压了下来，但压得了一时，压不了一世。说不定你还未出宫门，懿旨已到你府上了。太后懿旨到。靖安侯府明坛，接旨。回公公的话。四姑娘眼下不在府中，还不快派人去寻！太后她老人家最重规矩，这懿旨宣读是万万轻慢不得的。是，还不快去！是。景安侯啊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若非那人亲自跟朕开口，朕也不会。驾，我驾。吕定。在，即刻往靖安侯府宣旨。是。且慢，谭儿今日不在府中。舒二公子怎的下马折返了？打马游街过后，所有人不都是要泛游显江的吗？舒二公子似正往这边来呢。
舒二公子。哦，白小姐，明小姐。舒二公子高中探花，实至名归，明坛在此贺过。谢明小姐吉言。他跟你说话了，还是谢你吉言。我当是谁缠着舒二公子说话，原是刚被退了婚的明小姐。明小姐还是这般好颜色，看来退婚之事对你毫无影响。多谢郡主夸奖，你不是宣称要在寒烟寺祈福7期49日吗？怎的没几日就回京了？舒儿，哎呦，稀客呀，见过郡主。张世子也在。啊，我在这儿等舒儿，他呀晕船，游不了险江了。我一早便知舒二公子非池中之物，登榜探花是迟早的事。啊，谢郡主夸赞。明小姐穿得如此花枝招展来游街，难不成刚退了婚，急着为自己寻下家？你够了，我忍你很。明坛精心装扮，只不过是不想为前程所累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哪能由得自己做主？放眼整个大县，也没几家女儿能像郡主这般好命，得太后恩宠照拂，还能嫁得定北王这般万里无一的家婿。听闻定北王府无一女眷，郡主嫁过去便是专房独宠，就连王府花园中号称金钟一绝的牡丹，也仅供您一人观赏。哎呀，你们可知那定北王府的牡丹为何开得格外娇艳？不知啊。哎，我听闻啊，是那定北王将府上所有女眷虐杀后，埋在了花园，继而以他们的血肉滋养了一脉牡丹。天哪！哈，是吗？哎呀，郡主莫见怪，这都是我们家米米听得的一些坊间流言罢了，学舌混说的。像定北王那般刀锋饮血的人物，我等俗辈是万万不敢肖想。也只有郡主这等金尊玉贵之人才能与之相配。届时您出嫁，我们定夹道相送，与您同乐。我才刚退完婚，就不与郡主同处一室了，免得让郡主沾了我这身晦气，影响了郡主这段天赐良缘。圣旨到，靖安侯府明坛接旨。靖安侯府四女韵翠含章，端方敏慧，克令克柔，今及方年，闺中带字，子特赐婚于定北王江旭，册定北王妃，一令有司择日，备礼册命，诏书如右，福道奉行。宣的是谁？你封我做什么？定北王妃。这便叫迎风吐墨，自作自受。哎呀，你慢些。所以这桩婚事是阿爷亲口应下的？那是自然。不是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今日太后也下了赐婚懿旨，还不止一道呢。这头一道被圣上拦了下来，可是他能写会说，还会盖印，一道不行，又下了第二道。
殷太后知道今日圣上急召我是为了议婚一事，故这第二道连招呼都没打，就直接登门宣旨了。那文涛阁的圣旨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老夫脑瓜子灵光啊！我知道今日檀儿不在府中，而太后一向重规矩，断没有只一个侧室在府便宣旨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我将檀儿今日在文涛阁之事告诉了圣上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先宣了这道旨，便是板上钉钉了。虽说是曲折了些，但也算皆大欢喜啊。哎，你这又怎么了？定是今日礼服累着了。好好歇歇啊！为父不打扰你们了。哎呦，坏了！我真是乌鸦嘴，说什么来什么。说定北王真是如传言那般，那你以后该怎么办啊？阿爷定是觉得自己办了一件绝顶聪明的好事，可这婚事比梁家的棘手多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了姑父这一介粗莽武夫了。可为何是定北王呢？那岂不是又来一介粗莽武夫？他弑杀暴虐的传闻，全上京人尽皆知。既然定北王都能赐，那为何不能赐舒二公子呢？我明明在佛前诚心祈愿，要有衣甲之才，上乘品貌。佛祖是不是听漏了？哎呀，阿谭，你先不要灰心，我们线下不是未见过定北王吗？万一见到了，不像传言那般一无是处呢。你不是没瞧见他在上元宫宴上是如何狂悖嚣张的？我若是嫁过去，指不定哪天跟着他一起掉脑袋。哎，那倒未必。最要紧的是，他一介莽夫，相貌定然不堪入目。哎呀，那就真是一无是处了。不行，这婚事必须得退。阿爷，姑父。这哪出？行，不用。姑父定时到了，快坐。哎呦！快尝尝燕窝粥。可画邀您观看韶华若锦。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。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你们，哎呀，檀儿一向是孝顺的，你这丫头又打什么鬼主意啊？哎呀，还不是那赐婚闹的。啊？阿爷啊，这赐婚太过突然，阿腾对定北王又一无所知，心中难免忐忑啊。为父明白，毕竟日后你是要与定北王举案齐眉的，你提前对他多一些了解，这也是好事。我要与他举案齐眉，我只想知己知彼，好定退婚之策。那阿耶对定北王可有了解？我们大显年轻一辈里能领兵打仗的没几个，可是定北王呢，束发之龄，便以3000精兵阻挡3万北域蛮族，当时那场景可谓是血流成河，浮尸千里。敌人的奸细要是落在他的手上，血渍呼啦的都不算什么，没个人形不说，扔回去，敌军自己都不敢认。如此这般，愣是消停了大半年。还有成康3年，定北王直接将蛮族首领长子的尸首挂在了城门上，暴晒了3日，最后都晒成人干了。所以说，定北王殿下真是奇才呀，能得如此乘龙快婿，实乃名家之幸。
还有啊，他虽为武将，却身量颀长，相貌俊美，不比昨日游街的探花郎逊色。啊，姑父所言当真？反正相较我年轻时的气度风姿，略胜那么一筹吧。看有数了。有数了就用膳。阿谭，你真想好了？去见一面。若真如传言那般，就算是圣上金口，难如登天，这婚也得退。哎呀，你也不能全听姑父的。姑父虽说是一介武夫，但年轻时应该也没那么不堪吧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说定北王还略胜一筹？虽然称不上品貌非凡，但气度应还是有的。相貌固然要紧，但品行更为关键。都说相由心生，言行随思，观其本尊言行举止，总能看出他几分为人品性。可金鸡营壁垒森严，定北王行事又粗莽霸道，我担心你贸然前去会有不妥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只要能见到他，又不被他识破身份，便不会有事。见到他，但又不被识破身份。嘿，我有主意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们是晋安侯府的，特奉晋安侯之命来给沈小将军送些解暑的吃食。进吧。你们随我来吧。待会儿我去给沈玉送吃食，你在外面候着。若是让他瞧见了你，这戏没法演了。你跟着这位小军爷去王爷帐篷里，给他送些荷叶粥。是。走吧。姑娘将粥交给我便好。军爷有所不知，这荷叶粥乃是沁在冰剑之中保持冰凉的。我们府中冰剑都是特制，极为精巧。若是不知官腔弄洒了，可就不美了。那送完了，还请姑娘赶紧出来，不要打扰王爷处理军务。多谢军爷通融。这身量和机场有什么关系？沙盘不必复原，待本王看过后，再与你一道推演。是，末将先行告退。原来是场乌龙，还好不是此人。清俊挺拔，身量颀长，瞧着比舒儿还高些，当真不是个5大3粗的莽汉。王爷，沈小将军吩咐奴婢给王爷送荷叶粥，说是清凉解暑。
放那儿。这荷叶粥还是趁凉喝比较好，此时风味最佳。这不是有心邪吗？进宫面圣却丝毫不顾师仪，看来就算不是莽汉，也是个狂悖之人。掌上生茧，指腹粗粝，可这手型掌宽，指节瘦长，指骨分明，真是好看。剑眉星目，笔挺唇薄，这姿容气度相比舒儿，当真毫不逊色，甚至还多了种沉金冷玉般的金贵之感。等等，这张脸可是在哪儿见过？怎么是你啊？可看够了？你怎么会在此？王爷，宫中传信。王爷说，王爷所书立军数五论，圣上已着意命翰林院誊抄，并与王爷先前所书数篇兵法论则一并整理成册，不知王爷有何示意？谨遵圣意即可。是，那属下告退。还会写文章？小姐怎么还未出来？定北王会不会刁难她？我会不会？表小姐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会，阿谭行事一向谨慎，尤其在大事上断不会出岔子。再说了，她是圣上钦定的定北王妃，就算定北王再霸道，也不会难为她的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咱们再等一盏茶的功夫。如果阿谭还不出来，咱们就冲进去。你是定北王啊？难不成还是匪类贼子？那日你在令国公府，并非是偷盗？那些官银，都是梁启伟所劫军饷。那寒烟寺呢？搜寻寒烟寺的县尉与海油门乃一丘之貉，他们阻我入京，就是不愿本王彻查军饷一案。可还有疑问？容我想一想。坐。不对啊，你为何要娶我？望佛祖保佑信女，定要觅得一如意郎君，相貌定要俊美。本王相貌端正，如此才能与信女相配。身量7尺有余，若是能超过7尺，最为得意。父母已故，家中婆母万不能无成日立归，搓磨心腹的婆母。亲族关系也简单，平日除交好的3、5好友外，与人无甚往来，断不能有也无青梅竹马、马、感情甚笃的表姊妹。如此，你可有疑问？没有。于才华一道，本王衣甲有余，随时能用上燕窝粥。每日燕窝粥尚且能供，时信的衣裳和首饰，亦能保证不缺。如此，可有疑问？本王身强体健，却非一身横肉。如遇意外，可护你毫发无伤。所用兵器为剑，身姿潇洒。夫人抚琴时，信女亦可抚琴助兴。不对啊，这些话听着怎这般耳熟？你怎会知道我的择婿条件？既桩桩件件都合你的要求，为何我不能娶你？像定北王那般刀锋饮血的人物，我等俗辈是万万不敢相信。他们都说你暴女无道，杀人如麻。
还说本王府中的牡丹花下，埋进了被虐杀的女眷尸首。那些外边的传闻，是真是假？本王只杀该杀之人。即便你满足我所有条件，也不代表我非嫁你不可。你不愿意？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儿，而是我与王爷压根就没有情分，且你我二人的性子实在是不对付。若是我们成了婚，日子定过的，家繁宅乱，鸡犬不宁。京中你与谁有情？又愿嫁给何人？且我若不娶，圣上对你也会有其他的赐婚之意。唯有成为定北王妃，才是靖安侯与明家的上上之选。如此浅显的道理，不用我再说了吧？王爷言下之意，你我二人契约婚姻，不求什么夫妻情长，只求两府互利，各取所需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小姐，哎呀，你怎么算出来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呀，说话呀！见着了吗？啊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都傻了？确实极有威势。啊，相貌如何？这不会连姑父都不如吧？姑父这什么眼光？武夫再好也不能形容粗鄙啊！谁说的粗鄙了？咪咪，你可曾听过立军术武论？什么论？年前的雅集上，我听两位公子谈论过此术。排兵布阵我是不懂，但只听其论，便知文章逻辑缜密，行文简洁，却又不失犀利。后来我去你家时，舅舅也曾提起，其言之有物，心而非虚。说过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哎，这跟定北王有什么关系？有一点他说的没错，以他之才干谋略，声势地位，于明家确实大有裨益。那这婚，你退是不退？今日惊喜着实有些多了，容我好好想一想。王爷，这是您明日去寒烟寺上香的供奉，您过目？王爷，这是错金阁与锦绣坊上月的账目。那老奴退下了。王爷，用些宵夜啊。福叔啊，你想说什么便说吧。那老奴便说了，听说圣上给王爷赐婚的对象是靖安侯府小小姐。老奴觉得圣上赐的这桩婚事甚好啊。说说，怎么个好法？王爷，
您这些年来忙于打仗，忙于军务，自不会关注上京的这些世家小姐。可老奴清楚啊，明家这位小小姐在上京闺秀里，那可是1等1的出挑啊，相貌家世自不必说，就才华一道上亦是翘楚啊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尤其是那一手好琴，在上京城可谓一骑绝尘，后无来者呀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明家小小姐贤淑温婉，慧心兰质，待人极为和善。王爷，他和善？当然呐。错金阁前2年刚开呀，北地便起了战事，户部那狗贼有贪墨军饷，欺上瞒下。王爷当时传信，让王府先行筹措军饷，可这前后共3笔，要数十万两白银呐。这王府铺子本就亏空，一时上哪儿去筹措这么多银子呀？就算卖铺子填地，那也需要10日周转不是？幸而那时明小姐频频光顾，花了不少银子呢。她虽未明说，可老奴心里却明白，她是循着由头捐募军饷呢。因着明小姐，后来上京的贵女们都跟风而至，才算解了王爷您的燃眉之急呀。这么说，东周大捷有他一功？那可是大功啊！总之，这婚赐的是极好，王爷王妃可谓天赐良缘呐。哎呀，老奴都想好了，要以错金阁的名义送王妃一套头面。咱们王妃必须得是上京里最有排面的新娘。哎呀，阿爷。哎呦，阿爷日日夜深伏案，实在辛苦。女儿亲自炖了绿豆百合羹，给您消暑解乏。坐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一思及婚嫁之事，女儿便有些难眠。我从未想过，离开侯府到底是什么样，更不知嫁去别府会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檀儿，为父虽然粗心，却也知你是在为赐婚一事忐忑不安。你放心吧，定北王是个好人。阿爷对定北王的评价，竟只是个好人？啊。哦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先帝朝时有一年秋猎，当时还是太子的圣上，在林冲遇袭遭死士围杀，是定北王孤身一人杀进重围，不顾重伤护下了圣上。难怪圣上如此信重他。是啊，就说定北军军饷案，实则年深日久。2年前，前任户部侍郎因贪墨牵连了北地战局，定北王自沙场侥幸生还后，回来的头一件事情便是杀进侍郎府，取其项上人头，为定北军众将士讨了个公道。倒是个有血性之人。年前东周一战，亦是赤地千里，尸骨遍野。想来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回京彻查此案。大阿爷，女儿原是要与梁家结亲的。
现下阿耶答应了圣上的赐婚，岂不就是表明了立场？那义父会不会不好交代啊？他自己选的人都没觉得不好交代，老子有什么可向他交代的呀？哼！那阿耶是真觉得，于女儿于明家而言，定北王可堪重托？唐儿，你记着，明家自有为父撑着，断不必以我宝贝女儿的终身去求全。无论是你还是楚楚，只需选自己中意的儿郎，无需顾虑其他。阿耶，至于你的这桩婚事，虽然是赐婚，可为父是深思熟虑过的。你放眼整个大显，除圣上外，若定北王都护不下的，那旁人就更没这通天的本事了。所以你嫁入定北王府，为父放心。我是真不明白，圣上为何会赐婚？晋安侯执掌杨西路，你又统领定北军，如此滔天兵权，圣上难道就没有半分顾忌？你何时也操起圣上的心了？那你呢？你自己对这桩婚事，可是心甘情愿？难道不是你说本王来娶也未尝不可？那不过是玩笑话。我是觉得，你若非真心求娶，就别耽误了人家姑娘一生。若你真是因我之言临时起意，那岂非我的罪过？你不愿娶，本王也不娶。你觉得他日后又会如何？如今上京门阀间有哪户人家能与靖安侯府门第相配，又不影响朝堂局势？这些世家女子生于高门，便是命不由人，荣损俱与家族脱不开干系。无论我是真心还是为权宜，她既做了我的王妃，我便会容她心性，护她一生无虞。阿娘，女儿心中有几分疑虑。圣上赐婚，女儿本是不愿。原以为战场杀伐之人，都像阿耶那般勇武粗莽。可女儿见了定北王一面，未料此人相貌英俊，气度卓然，全然不似传言那般。如今看来，定北王不论是家世、门第，还是相貌才华，桩桩件件，都与女儿的择婿条件颇为符合。女儿原本以为他恶名在外，定是个冷血暴虐、品行不端之人。可方才阿耶一番推心置腹，已打消了女儿心中所虑。阿耶自是为女儿细细思量过的。依阿耶所言，定北王倒确实是位可堪重托之人。只不过，女儿对定北王知之甚少，不知真正相处下来之后，是否像阿耶说的那般，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所以，女儿心中仍有几分犹疑，不知当嫁不当嫁。若阿娘听见了阿谭的心声，能否告知阿谭，阿娘
是否同意这门婚事。阿娘不言语，阿谭就当作是阿娘心中满意，默许了这门婚事。阿谭得赐婚后，三姐姐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。待我与三姐姐相继出嫁，这偌大的侯府就无人能时时伴在阿爷身旁，承欢膝下。阿爷此番回京，阿谭心中自是欢喜。阿谭也想要与阿爷多亲近些，但许是多年未见，阿谭总觉得与阿爷之间有几分生疏难晓。不过阿娘放心，阿谭日后定会常回到侯府，陪伴阿爷，还有阿娘。站住！你眼珠子是朝天长的，看不见本小姐吗？奴婢见过三小姐。昨儿我说要喝羊奶，膳房回我说没有，怎么今早又有这么些能送去赵水院了？回三小姐，府中膳房近日确未采购新鲜羊奶，小小姐每日进手的羊奶是她用提己钱额外采买的。这些年我和阿爷在阳西路受苦，她在侯府倒好，处处奢靡，挥霍无度。小小姐再如何花费，也从未挪用宫中的钱，单是夫人留下的嫁妆，就够她一生衣食无忧了。况且小小姐日后就是定北王妃，添加贵胄，在吃穿用度上自然要金贵些，无可厚非。恕奴婢先行告退，这羊奶若是搁久了，就不新鲜了。请三小姐净手，该用早膳了。一生的宿命，听你脉搏声音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灯火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白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手放在你手上，
我会随你。